所谓重复的背后，被误读的诚意和被忽略的古偶结构性问题。先说结论，网上都在说程毅又演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角色，我偏要说这句话把问题放错了地方。各位好啊，今天这期咱们不吵架也不无脑吹，我想干一件稍微费点脑子的事儿，把最近关于程毅表演的那几条质疑一条一条拿出来，对着能查的事实过一遍。其实吧，说实话，做这期之前我自己都犹豫了一下，因为这个话题太容易掉进两个坑，要么变成粉丝护短，要么变成跟着骂，我都不想要。我想要的是你看完能自己判断。那咱们先把对方的声音完整摆出来，不是我的观点啊，你听完整再判断。网上对程毅这一波的质疑，说白了主要是3条。第一条，重复、古装、仙侠、美强惨，说他翻来覆去演同一种人。第二条，台词，说他台词功底不行，气口、咬字被拿出来反复讨论。第三条呢，气场或者叫审美疲劳，就是观众看多了，累了。这3条声音都不小，热搜也确实挂过。我不装看不见，但我把话撂这儿，这3条里至少有2条站不住脚。第3条呢，成立，但锅不该他一个人背。慢慢说哈，别急。先说台词这条，你想想看，市面上多少流量小生是靠配音撑着的？程毅这些年走的是坚持原声这条路，这个事儿我觉得分量不小。为什么？配音多省事，口条不好，气口不稳，剪辑棚里全给你修平。可原声不一样，原声是把自己所有的不完美都摊在观众面前，得靠自己现场 hold 住。翻译成人话就是他选了那条更难走的路。而且你别说，长安24季播出的时候，同组的前辈老戏骨是公开肯定过他台词表现的，这不是粉丝自己说的，这是同一个剧组里跟他对过戏的人给的评价。这种背书分量不一样。好，第一条，我个人觉得过了。翻篇。说回重复这条，这个的多说2句。有人说他永远一个样，可你要真去看琉璃的雨丝凤，再去看莲花楼的李莲花，这2个人物内核完全是两码事。一个是背负血海深仇，眼神里全是钝痛的少年，一个是看破生死，把所有情绪往回收的中年。这么说吧，演戏这东西有点像闭关练功，不同的角色逼你解锁的是不同的技能树。雨丝凤要的是外放的痛，李莲花要的是内收的静，这俩调动的根本不是同一块表演肌肉。老粉应该记得莲花楼那会儿，多少人是冲着这还是那个演雨丝凤的人吗去反复看的。巨抛脸这3个字不是白来的。哦对了，我得极短的提一句最近那个拿剧本的传闻，有人拿一帧穿帮截图说他不背词，但你想想看，一个坚持原声能被同组前辈当面认可台词的人，单独一帧画面能还原整个拍摄现场发生了什么吗？戏缘这块我觉得不够硬，我保留意见。真正能说明态度的是他愿意用原声把自己暴露在麦克风前面这件事，这个骗不了人。所以第2条，重复。我的判断是他角色之间的差异被造型太像这件事给盖住了。这就带到了真正有意思的地方。咱们把这个词拆开，审美疲劳。观众是真的累了，这点我不否认，明摆着的。问题是，累的到底是程毅还是古偶这个品类？你猜怎么着？我最近越想越觉得，大家可能一直在骂错对象。你去把这2-3年热度高的古偶排一排，服化到多像。发冠、烟熏妆、飘带、逆光，几乎是一套模板批量出货。这不是哪个演员的选择，这是整个工业流水线的选择。这里我得区分2个东西，很关键。一个叫造型重复，一个叫表演重复。造型撞脸，那是服化道，是剧组，是品类审美的锅，表演重复才是演员的锅。而观众的眼睛，很多时候是先被造型骗了，你看着看着觉得怎么又是这张脸这身妆，大脑就自动给盖上一个重复的章。可这个章
本该盖在服化道上。很多人没 get 到这个区别，一股脑全算在演员头上。说到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这几年古偶集中井喷，这个具体是从哪一年开始爆量的，我一时说不准，凭印象说啊，反正就是最近这些年，同质化是一点一点堆起来的。那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，那是一个品类在高速扩张之后的必然疲态。搁在这个框架里，你让谁来演，火候都很难烧得比现在更旺。这不是演员的问题，是项目和品类本身的问题。他已经在这个框架里尽力把每个角色的骨头做出不一样的形状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这是品类的病，为什么账单全记到了他一个人名下？因为他站得高，站得越高，越容易被单独拎出来当靶子。可如果你把视野拉宽一点，你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他一个人的坎。杨紫、罗云熙、任嘉伦，你去看这一批靠古装翻红做上顶流的演员，几乎每一个到了某个阶段都会撞上同一个东西，我管它叫创作平原。前面是陡峭的上坡爆红，然后到了顶上是一大片平的，产量上来了，新鲜感下去了，观众开始说看腻了。这几乎是顶流的一道必经关口，不是失败，是规律。等等等等，我得把话说清楚，别误会，我不是在拿谁跟谁比谁高谁低，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，走法也不一样。我只是想说，当一群站在同一高度的人同时撞上同一堵墙，那这堵墙大概率不是某个人的腿脚问题，是墙本身就在那儿。懂行的都知道，这种平原期扛过去的人，往往靠的不是一部剧翻身，而是一次真正沉下去的选择，一个跳出模板的剧本，一个敢换赛道的决定。而以他愿意坚持原声，愿意闭关磨戏的这个底子，我个人是有点期待的。最后说点掏心窝子的，做这期之前，我得承认，我心里其实也飘过那句他是不是有点重复了，我甚至差点就顺着这个念头写了。可越查越发现，我把太多本该记在服化道、记在品类、记在整个行业头上的账，下意识地记到了他一个人身上。那一刻我有点愣，因为我意识到我也曾经误会过他，跟很多老粉当年一样吧，一开始半信半疑，后来看懂了。所以今天这期，如果说有什么想留下的一句话，那就是一个在满是模板的品类里，还愿意用原声，愿意给每个角色磨出不同眼神的人，值得被更公平的看见。懂他的人会懂。行，这期就到这儿。你要是不同意，评论区等你，但请把你手里的事实也一条一条摆出来，咱们好好聊。